来吧，新玩具，其实这个也不算新玩具啊。之前 Zeta 的这一款外传闪电也只拍了样板阶段的东西，没有拍大货啊。这回呢，再版来了，我们直接来拍一个大货版的再版。盒子的外包装非常的简单。纸品方面，一份彩色的说明书，但是说实话 ，Zeta 家这个说明书画的没啥参考意义。配件方面有一个非常硕大的地台，而且是可以折叠起来收纳的。并且这一回里边还带了2个发光的模组，应该是放在引擎上边的，同时还内置了电池。手臂替换的武器，这个没法在飞机上搭载了。注意电池的正负极安插，按下开关，这边就可以发出红光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发光模组装到引擎里去，还行吧。点亮灯以后，装上的效果还挺好看的，引擎会发光。我们把光调暗一点，其实这个灯还是挺亮的。来看飞机的本体部分，直接可以插在地台上，而且全武器搭载的效果，哇！其实我觉得好像比样板件的时候做旧了一点点，身上有很多旧化的涂装。放在桌面上来看，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尺寸了。再加上它的武器可以插在机头的前方，让这个机身的长度又增加了一段。把它卸下来，拆卸的时候先拨下方这里，然后顶一下，上方这里有2个小咬钩，卡在机头的这个位置。翻到底盘来，可以看到武器方面搭配的也是相当丰富的，配件量有很多。首先，2组导弹发射的架子，4发狗豆，3个油箱。光飞机上搭载的武器就有这么多，全部拆下来以后看起来也清爽了不少。来看一下细节吧，整体的飞机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并没有暴露任何的人形一些东西。涂装方面不光有做旧效果，还有上面的一些小的铭文以及型号，翅膀上的条纹涂装刻画。底部暴露人形零件的地方也只有这一个小窗口，还有两边的装饰造型零件，其他的地方可以说包裹的非常严实了。正面来看的细节处理也不错啊，包括起落架的部分也确实是从机翼下方翻折出来的，轮子均可滚动，而且前方的这个还有弹簧避震。驾驶舱盖双段折叠可以打开。驾驶舱内部座椅、操作杆、仪表盘，这些刻画的都非常细致，包括机舱的这个透明零件也很漂亮，甚至机身面板上这些铆钉一个一个也有刻画出来。独立制作了3片金翼系统，都是可以折叠的，包括在变成人形的时候也可以把翅膀缩小。其实整体来看吧 ，Zeta 的这一回机型保证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一体性完整度都很高，面板对的缝隙也还可以吧。但这个变形的过程还是非常复杂的，也有一些不太好理解的地方和扳手的地方。那么我们一点一点的细致的来吧。首先第一步，收起起落架，前方的这个要压着点弹簧折进去。当然，在变形的过程中啊，虽然它是可以一体变形的，但是我个人建议啊，还是拆掉翅膀。第一个，不影响你变形时候它不会绊倒嘛。第二个，我们观感会好一些。注意这个地方有2个滑扣，先解锁开翅膀尖，这里往下推一点点，把这里划开，再拔下来。从机身的位置我们开始来变形。首先，腹部的这一块开窗的位置。打开卡扣，双关节翻起来，露出来2条胳膊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建议从尾部这里一劈为2，把中间所有的卡扣分开，推开引擎，然后注意这个地方，其实这里有一个搭点的扣子，扣开，然后卸松这个位置的圆点，打开。双关节把它拉下来，然后后方白色的零件我们抠一下，抠松掉上方这里的钩子，往下压，解松开这个位置的倒钩，
这个东西呢，环环相扣的锁定，虽然说最后密合起来非常的好，但是这些卡扣的扣合过程是非常复杂的。此时就可以拨开下方这里的倒钩，我们把这里解锁开，注意这里还有个圆豆，这里也解锁开。我们把这两个脚丫子往开拨一点点，翻起来，露出来手臂的部分。掏的过程中也要小心前方的位置打松。进气口这里的卡扣卸开。好的，胳膊和腿部已经分开了，完全的解放，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，剩下就简单了。我们顺着这个地方开口处，掏出胳膊，让一下，哎，整体翻转过来。腿部的变形这一块啊，尤其说明书画的还是比较麻烦的，不太好理解。我们一点点来看，先把三角区折一下，腾开空间，这里有一个卡扣，让开跑道。外边的水平尾翼根部的转轴，它内嵌进了机尾里边，这里有一个凹槽，我们把这里抠开，腾开空间。这个时候就把中间的这一条从这里翻出来，先拉直它。放到这边来，边缘这里的这片装甲让开，球形关节旋转贴合，放平即可。然后打开这两片，中间这里有一个弧形的连接关节，然后根据根部的球关，我们把这里掏一下，哎，这样的一个操作，把这里掏过来。翻转了180度就等于，接着两片机翼折叠放在一起，这块卡过来，好，这个就等于把垂直和水平尾翼都叠在一块了。然后这边的两个卡扣进行结合，外侧刚才我们翻过来的这一片夹住，里边这一块打开。掏出来它的脚的部分，然后往外翻，这里有两个连接杆，倒腾一下位置，哎，放下来，然后变形脚部，这块带有假的起落架的地方，拉起来翻转180度，卡扣扣上，接着脚踝顺好，脚后跟整体的往出拉。拉过来以后，这边的卡槽再卡上。好的，一只脚丫子，我们现在就变形完了。继续往上看，刚才我们拆开这里有一个逗点的装甲，这一片和引擎部分的这片装甲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要稍微的拉一下，这个根部有一个硕大的方槽，把这里拖开，然后根部这里有一个双关节，拉着它旋转，往后转。然后顺着这个球形关节从缝隙里边掏过来，把这一片装甲贴进去，根据这个开口的球碗贴合即可。翻到这一面来看，先把这里的双关节折到位，外侧这里放下来，腿肚子里边尾部的这一大坨我们翻上来，在根部和尾翼处有一个结合，把这个位点定个位置先挂上。前方的白色腿板双段关节折叠，里边的暗扣全部贴平折好。灰色的零件翻转下来，根据双关节往后搓。注意前方这里有两个卡扣，把这里先锁定到位。再结合腿肚子后方包过来的这一片，上边的3个锁点，找好位置，都插满。那现在基本上就固定好了。外侧的这一块再往内掏，跟白色的腿板下方有一个卡扣，插合。好，这条小腿我们就变完了，环环相扣的一个锁定，最后完成的效果也是层次感分明，很有电影的味道啊！再加上全部插满了以后就很结实了。继续往上看，大腿的装甲，灰色这一块旋转180度，把这个面儿翻过来，往内折叠。外侧的这块根部又有一个双关节来回的搓动，稍微的调整一下，让这块贴合里边的卡扣插入。
然后你就看到腿部呈现出来这个装甲包裹起来的圆滚滚效果。裙甲转一下放下来，前方的这一块下边是弹簧，你变过来以后，它自动就把它弹起来了，大腿也显得加粗了一些。挺复杂的这么一个操作过程，主要是来回的避让啊，有一些地方还是挺半手的。胳膊变形的时候要注意，先把这里往外顶一下，这里边有一个圆豆卡着的地方，我们腾开角度，然后稍微的往起翘一点点，我们要进行一个连续的变形，肩膀往下折叠，同时往过翻这块红色的板子，所以要连续的变形运作。好，转完了以后就是双手朝天的姿势了。而这个时候注意根部这里有一个轴啊，你在变形的过程中不要被这个轴绊到。这块板子再锁回去，整体的机头旋转180度朝前。侧面这里的2条面板，注意根部这里边有暗扣，拨动一下，拉出。机头位置顺着这个缝隙压着点往下拖，这里是一个挂钩，把这个挂钩先解松掉。从这儿看吧，鼻尖这里拉开，然后把这块小零件180度旋转进去，把这里拆出，然后往下拉，也是腾开空间啊，主要是为了给驾驶舱前方这里腾路，拉伸。拉松这一块的转轴，接着往开翻。这个地方空间挺紧张的，需要一点韧性避让。然后打开前方这一块，张开嘴以后，把鼻尖的位置折叠进去，盖住。下方这里翻起来的这一片，我们把胸口的装饰零件翻出来，手指头伸到里面去，顶着这里。整体的把座舱和下面的面板顶起来，完全的顶出来，主要是这2个锁点是锁的特别的紧，拉起来整个的驾驶舱旋转180度，放在前方备用。而这个时候中间这里也空了，我们就可以把脑袋，人形的脑袋再让过来。从这里钻出来，注意先从后边这里往出拉，让过这个边儿，解放出来，再往下翻折90度，让它整体的卡在这个边缘上方。从腰部这里看有一个 G 型的锁钩，先把后边插进去，再把上边顶住。驾驶舱刚才我们翻过来的这一片，根部球形关节旋转180度，放在这里备用。然后里边的卡槽和机头这里插住固定。上面我们折开90度的这个盖子，再叠回来插合。胸口的造型现在基本上差不多。侧面的这一条白色的零件放下来，注意这个地方也有卡槽啊。跟这里进行一个定位，卡住它。这个地方的锁定也是不太方便的啊，先把这根活动的连接杆调整好，我们让它去这样的活动，然后进行一个这样的双关节磨盘动，这样有了更大的空间，把前方的这个钥匙孔插到椭圆形的洞里去，插进去，再往前推，锁住了。前方先锁住，后方转过来，在尖头后边这里又有一个钥匙孔的零件，往下拨，完全的锁定，就相当于2个钥匙孔一前一后把这个肩膀挤住了，而这个时候肩膀也就很稳定了，捏着这边吊着它也不会脱开了。这2片往下翻，背包的部分打开。中间这里咬合的扣子，这里往下90度折叠的时候注意，翻到一定的角度，
抠起来背后的2片装饰尾翼，同时再望出顶里边的引擎装饰件。哎，90度跟这么翻折起来，变成这个样子就好了。下方这里还有2个小翅膀，翻出来，双关节折叠，先搓动一下，夹成这个样子备用。屁股后边我们现在还有一块板，把它打开，90度折叠，折叠起来以后，这里有2个小凸点，我们卡在这个转轴的位置，这里要掏进去，拉近一点给特写。这里有一个轴，这里也是靠一点韧性，把它掰进去，套合上，卡在这里边，这就是固定住了，框子就不会掉下来了。最后在框子里边还有2个小尾翼，我们翻转一下，摊平，顺着里边的开口处把它折下来，然后夹一下这个地方，把它折叠。胳膊这里的变形，先打开它的肩胛，往下旋转90度，然后连同肩膀一起旋转180度放下来。2头肌转到正前方，这里放好，小翅膀立起来，小臂打开这块合金的装甲，旋转90度，然后双关节拉伸，把手臂里的小导弹头翻出来盖上即可。最后来变形翅膀的部分，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锁点，我们把这里打开，然后这片襟翼往后折，这里拉起来。外边这侧变形的时候注意，先往内折，然后把襟翼折过来，让过去，双关节错一下位置，变成这个样子。这片往后翻吧，卡一下。闪电变成人形的时候，外侧这里是往起翘一点点的，然后把这插桩折90度翻过来，就可以卡在背上了。好了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也终于是把它变完了。其实这个变形过程说起来理解并不难，但实际来说就是操作不好上手，有一些地方办得太明显了。人形的部分，头雕里边也是融入了灯光模组。打开开关以后，眼睛也是可以发出红光的。头雕做的还可以啊，细节方面在一些纹理的刻画上边效果也不错。而且对于电影的还原度来说，身上该有的一些元素做的也是相当到位了。手臂的导弹可以一体的翻出，手也是全指可动的，同时直接拔下来，可以替换扎大黄蜂的这个刺。另外的一只手臂也是直接拔。安插武器以前呢，就要把这个小导弹翻转进去了。总的来说吧，这一次的把玩体验还是那种，就半手啊，这个主要是设计方面的问题。但好在的是，它处理完的2个形态都做得非常不错。飞机形态下，我们刚才看了，包裹得非常严实，人形做的也是可圈可点。说一下这回的大货品质吧，反正我觉得上一次在玩样板舰的时候，有一些地方做的还是挺危险的，尤其背后的一些小翅膀的地方非常容易损坏。这一回大货把这些地方，我觉得有一些稍微修正啊，尤其这一块非常危险的一些地方，可能有做细微的调整吧。这回玩起来不会那么的危险了，而且也不是那么容易断掉啊。料子还是比较厚实的，韧性也可以。背后这里的造型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，背包还挺还原的吧。主要好是好在了腿部锁定的非常好啊，稳定性很不错，而且这些东西如果变形到位，卡扣都插住的话，完全不会散开。但大货的第一把玩手感就是紧，本身来说这个变形的逻辑避让的空间就很紧张啊，再加上轴会变得紧的话，可能第一次，尤其你玩的时候，会感觉到有一些地方束手束脚，可能变几次会好一些吧。但也确实证明了这个东西，只要你变形，肯定会掉漆的，这是避免不了的。因为很多的地方你得借助角度过来，肯定会有磨损。甚至我觉得这一版的涂装是要比我当时玩的那个样板做的细致的，看起来目测是比样板更旧化了一些。
这款闪电的身高方面也是配着30的那个比例来的，但是它可以变形，而且2个形态能做得那么好，挺不容易的。当然，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嘛，变形的过程是更不容易了。所以它是一个不适合把玩的玩具，但放在那里看是真的不错。也是再次印证了那个观点，变形派和金刚派终究无法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，在第三方玩具里边更显突出。想要2个形态还原，当然在这个变形的过程中，你要经历一番磨难了。当你经历过这9981难修成正果的时候，心中会豁然开朗，甚至还稍微的带那么一点成就感呢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款 Zeta 再版的闪电大货就是这样了。